五角大楼称米利在特朗普失败期间同中国的通话是合法的，传达了一种保证。各位网友大家好，最近几天呢，美国政界、军舰、媒体和普通老百姓因为一本新书而吵成一团。这本书就是由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斯科塔写的新书《危险》。书中提到，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曾经2次致电中国军方的高层，向他保证特朗普没有攻击中国以保住权力的计划，让中国放心，不要产生误判。这本书的作者鲍勃·伍德沃德就是在1972年揭露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丑闻的资深记者，因此呢，这本书的内容是比较可信的。米利上将2次致电中央军委联参首长的事儿，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们来看看各方势力对这件事儿都有些什么样的看法。首先呢，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大部分是反对米利的这个行为的。不少红脖子支持者和共和党的议员直接称米利的行为是叛国，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直接要求米利辞职。特朗普本人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首先米利这是叛国罪，其次虽然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很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中国开战呢。米利的说法是荒谬的。接着特朗普还大骂米利是个胆小鬼，是极不诚实的人。拜登以及民主党则基本上是支持米利将军的。拜登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完全信任米利将军，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说米利是爱国者。米利的发言人戴夫·巴特勒也说，米利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与中国官员的通话符合其维护战略稳定的责任。米利打给中国同行的所有电话，包括被报道的那些，都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他的部门进行了个协调和沟通，并不是私下偷偷打的。世界各国网民和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在看戏，有的支持米利，有的反对米利。但是日本一些媒体和网民的反应就有些特殊了。日本人大部分被这件事情震惊了，他们没想到美军高层居然会给对手打电话通报信息，这让日本人觉得美国和美军是更加的不可靠。未来日本需要独立决定战略方针，加强自主国防力量，不能依靠美军。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第一，美国高层还是有些正常人的。第二，美国高层确实有很多不正常的人。第三，美国高层的正常人现在还 hold 得住不正常的人。第四，快要 hold 不住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政界最不正常的人特朗普可能会再次上台中美关系究竟会再次跌落到什么地步，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另外，关于美军，我们也有一些观察。这些年，美国发生了多起美军高层抗命的事情。2018年，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日裔司令哈里斯违抗上级命令，下令美军军舰与中国军舰对抗，险些触发中美冲突，随后被免职，调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2020年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后，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的舰长克罗泽尔因为向上级写信抗命，要求尽快对航母上的舰员进行隔离治疗，并透露给了媒体，遭到解职。接着就是马克·米利瞒着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军方通话的事件被曝光。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美军内部的思想动荡和管理失能，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在军队里面的体现。美军出现这些情况，值得引起我们中方的重视而不能光是看热闹特别是对那些狂妄好战的美军一线指挥官，我们要搞好充分的预想预防，并做好应对方案。一旦对方铤而走险，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击，防止吃亏。如果吃亏了，那也一定要找补回来。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